一名因故意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处以罚金100万，立即执行。你就是一名。什么事？老大，厉少要找的人看来就是他。哼，把他带去厕所。是。你们是厉飞亭的人，是又如何？他玩弄了我义妹，陷害我坐牢，现在还想做什么？想置我于死地吗？敢打伤厉少，早该想到有这个结局。真当新秀是他家的，把法律当空气吗？哼，法律，星宿市的法律还比不上厉少一个屁！大哥，是厉少。厉少，我们围住一名那小子了，您指示。他是右手打的我，那就废了他的手。去，给我拿把刀来，棍子挑不断这小子的手筋。是。小子，来看看这个。宝贝儿，亲一个，给你这个干哥哥看看他有多蠢。哎呀，讨厌！你可真听话呀！嘿嘿嘿，还是厉少教的好。亚亚，听话！你这狗样子，跟你那个干妹妹真是一模一样啊！老大，刀拿来了。你们别过来！放开我！老子憋了半天了，给你尝尝啊！哎呦！妈的，敢撞我，给老子把他手废了！狂吗？啊！再狂啊！区区鼠辈也敢造次？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我是你，替身而生。我是你体内的龙神之力，这枚玉佩是让我与你能够彻底融为一体的重要物件，记得保存好。喂，你们两个，看到刚才那束光没有？黑哥，我们不是触电了吧？触电？那这小子怎么没事情？可能是他命大吧。哼，遇到我，命大也会变成短命鬼。啊！闪避！哎呀，疼死我了！黑哥，您怎么样了？给我把这小子揍飞！去死吧，王总！抬手反击，就是这样。什么东西？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因为你的龙神之力，也就是我，苏醒了。龙神之力？靠！这小子中邪了呀！怎么开始自言自语了？我中邪了？你没有中邪，你歧视我，我歧视你。好好想想。动起来，激发你的武魂！啊，我不敢动，师傅。还敢回嘴？哼！动起来，动起来！一鸣，在龙神之力彻底觉醒之前，你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展现你的武功和力量，
知道了吗？知道了，师傅。我去引开他们，当他们离开，你就立刻下山。只有等龙神之力觉醒，你才能回来。师傅，我都想起来了，师傅再也没回来过。我去，这什么情况啊！我就不信了，咱们3个一起上，还能弄不了他。老子今天，哎呀！你小子行，这次先放过你。黑哥，你总也带着我们呢。唉，一鸣，你适应得很好，只要再多加练习，很快就可以回到龙神殿掌握大局了。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一鸣，你居然敢在监狱寻衅滋事，跟我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废什么话！这些人渣都得死！一鸣，出狱了。出狱，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是。赶紧跟老子还钱！家里之前的全都卖了还债了，这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什么人？爸，你没事吧？明儿，是我的明儿回来了。爸，妈呢？自从你进去后，我跟你妈到处打工还债。前段时间他们来要债，我们拿不出来，他们就把你妈打进医院了。还债？什么债？马上厉公子赔偿100万。怎么，你真当坐个牢就不用还钱了？那100万我们早就还清了，还有利息呢，利息不要钱呐。利息还差多少？2000万。他们这是讹人呐！爸，你的眼睛怎么了？当然是被你这个不孝子哭瞎了眼睛呗。还有你妈那个老不死的，干活摔断了腿。一鸣，你说你活着还不如死了强。爸，我回来了，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受苦了。我闯的祸，我来平。就凭你，兄弟们，给我上！呀！溜了。说，厉飞霆在哪儿？厉飞霆正在帝豪酒店跟你的干妹妹曹丫丫举行婚礼。帝豪酒店。先生，我赶时间，可以让我的车先过去吗？我爸爸老毛病犯了，得马上去医院，再晚就来不及了。这可是厉家的车队，耽误了急事，你担当得起吗？我叫方子琪，厉家正是在我方家的酒店办婚礼，可否帮帮忙？切，你方家算个屁！厉少的事才是头等大事，赶紧滚！你，子琪，怎么回事？爸！哎呀，这女的可倒霉了，爹没救了，还得罪了厉家。是。
是啊，上次有人得罪了厉公子，就从星泽市消失了。爸，你别吓我！真是会心，今天可是厉少大喜的日子。开车！爸，撞过去！是。什么情况？你加油啊！老板，我已经很努力了。是我眼花了吗？他竟然将整个车子举起来了！还是有一只手，这真的是人类能办到的事吗？啊！送医院恐怕来不及了，交给我吧。你这是干什么？爸，你怎么样？别担心，爸没事。谢谢你啊！举手之劳。在下方世豪，感谢神医救命之恩，尊请先生大名。一鸣。一鸣。方世豪，我没听错吧？星泽市首富方世豪。没错没错，他就是首富方世豪。方世豪？甲方总，我不知道您在车上，刚才都是误会。误会，滚！狗仗人势的东西，还不快滚！啊，是。小伙子，啊，这是我的谢礼，盘龙湾别墅一套。盘龙湾的别墅，价值2个亿呀！这个礼太大了，我不能要。比起我的命来说，这区一套房子算不了什么。易先生，不必推脱。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好吧。正好也是晚餐时间了，不然大家一起吃个饭吧。真不巧，今天我还有些事得去一趟帝豪酒店。这不巧了吗？帝豪酒店是我家的产业。爸。易先生，正好我们也要过去，不如我们一起吧。那就劳烦您了。易先生，我让小女带您去 VIP 室休息片刻，饭菜马上备好。您不用麻烦了，我还有些私事需要去处理。等等，帝豪酒店的厨子是本市数1数2的好，一鸣哥真的不尝一尝再走吗？下次一定试试。今天确实有事，就不去了。可，易先生都这样讲了，那必是有要事。易先生，快去忙吧，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方某定当全力以赴。多谢了。哎，这易先生明显是有要事，你怎么看不出来呢？我看出来了，但就是想要请他吃个饭嘛。毕竟他可是救了咱们一命，要知恩图报，这还是您教我的呢。自然是要报答的，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带批人跟着刚刚那位先生，一定要力保他的安危。是。就知道您最疼我了。厉先生，不行，我真的得去工作了，而且还有1个小时，您就该上台了。时间还早呢。您好，请出示邀请函。没有，我来找人。哎，你站住！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必须有邀请函才能进去。亚亚，先生，你让开！亚亚，亚亚，都怪我，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一鸣，你怎么在这儿？我出来，你不高兴？你不是应该死在里面了吗？是有人要我死在里面，不过我都解决了。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亚亚，跟我走吧，我一定。亚亚，我看你在里面呆傻了吧？亚亚，你是怎么了？是你怎么了？那么会做白日梦？我脑子有病，放着厉公子不嫁，嫁你个劳改犯。
看见了吗？这些你一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买不起。所以，你就是为了这些？这些还不够吗？这些，曹亚亚，我当年为你做了那么多，甚至不惜进了监狱，你就这么对我？放开我！厉总，不好了，出事了，有人来闹事儿。哎呀，闹事你还不快去！可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厉总，您还是出来看看吧。这人说是蹲过监狱，跟夫人有过节。谁不长眼坏我好事？哼，一鸣，你要是识趣的话，就赶紧滚，免得厉总看见你，又要找人打你一顿。穷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没钱没房没势力，三无青年还敢来学别人抢亲。哼，我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厉总刚花了几个亿给我在盘龙湾买了栋别墅，还缺个看门狗，你去正合适。从监狱出来可不好找工作哟。老子就大发慈悲，收你做个看门狗。丫丫，你说给他开多少钱工资呢？蹲过大牢的人还有什么工资啊？能有口剩菜剩饭吃，就已经是他的福气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盘龙湾，我要是想住，随时都可以。一鸣，我看你真是在监狱里待久了，神经都不正常了，什么话都敢说呀！你知道盘龙湾的房子多少钱吗？大言不惭。厉少，婚礼都准备好了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暂时放你一马，赶紧滚！李飞霆，今天只要我在，这婚就别想结。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我等着。来人，给他安排个好位置。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飞羽人呢？出去等我。说吧。力哥说一鸣有点不对劲儿，今天就不来了。妈的，废！厉总，那我要不要找人把他赶出去啊？给他找个前排的座位。这监狱里的生活这么惨啊，水果都没有得吃的。有屁快放！你这么凶干什么？老同学随便寒暄几句都不行？当年在学校里数你一岁拔尖儿，这几年不见还混到牢里去了呢。何止啊，女人还跟别人跑了。哎，我说一鸣，你今天还敢闹事？你知不知道，这厉总一句话就能让你从世界上消失？我们可是好心提醒你，别不识好歹。你个劳改犯还拽上了？怎么老有狗汪汪叫呢？哼！别冲动，今天是厉总的场子，还轮得上你教训他？妈的，算你走运！欢迎大家来到厉氏集团的大公子厉飞霆先生与曹亚亚女士的婚礼现场。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厉害，真是恭喜恭喜！下面有请新郎说出你此刻的心声。谢谢。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婚礼现场，各位的心意，我们厉家都收到了。恭喜！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这一位
是我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他是什么人？没见过。他算是我夫人的前任吧，但也谈不上是正经前任。毕竟跟我夫人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夫人还是个雏。都是男人，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厉家认识的名医不少，可以介绍给你。哎呀，为了让亚亚过上他一辈子达不到的生活，他亲手把亚亚送到了我的床上，而且为了我跟亚亚，他还自愿去蹲了好多年大牢，多无私的人呢！哦，对了，最重要的差点忘了说了，他还是个大孝子呢。他逼着父母问黑社会借钱，他还不上，就让他爹还。他爹一大把年纪了，为了还钱干到眼睛都瞎了。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这还能叫人？简直猪狗不如。这人我看着好像眼熟啊，好像是叫一鸣吧？是，原来叫一鸣。大家可记住了，遇见这样的人得绕道走。啊！你的能耐呢，废物！还有啊，他那个妈也为了给他还钱，硬生生的摔成了残废啊！少爷，别动！厉飞霆，想死可以直接说，我给你个痛快。疯了吧？我看你是找死！我警告你，赶紧放手，少你一条狗命！一鸣，你放手吧，今天是我的婚礼，就这一次，你还要闹吗？是我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一鸣，好歹他跟你这么多年，你要是个男人，就够点情面，别在亚亚婚礼上闹事。准备动手！都给我上！他给我碎尸万段！妈的！真是找死！哼，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儿子的婚礼上闹事？老爷，还能试飞霆，哼，我儿子的手是你看的。你儿子把我害得家破人亡，还坐了大牢，这点教训只算是个开胃菜。飞霆，既然从牢里出来了，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还敢来得罪我们厉家，我看你真是活够了。哼，你还敢笑？哼！这下邪疼死我了！你们都给我上！把他给我弄死！把他给我砍成肉泥！再给我来人，把他给我碎尸万段！我看谁敢！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动他一根汗毛。一哥哥不必有顾虑，想做什么便去做就好，这是我爸爸的意思。放心，无论你做什么，方家定都会护着你。多谢方叔叔、方小姐了。这小子什么来头？怎么跟方家小姐这么熟？我也不知道啊。是子琪啊？怎么，你认识这小子？厉叔叔，这位是我方家特意请来的大师，看风水的。子琪，这事儿方家还是别掺和的好。你是不知道，今天是我厉家小儿大喜的日子，他这小兄弟跑过来，无缘无故的闹一通，还打伤了我儿。这么蛮不讲理的人，
恐怕不会是什么大师。他明明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犯人，怎么可能是什么大师？我看你就是被他骗了。怎么，我在监狱里就不能学些风水了？就你，呸！你那个猪脑子，就算去当看门狗都不够用，还学风水呢。老头儿，有些事呢要调查清楚再说话，别开口就放屁。你，厉飞霆，我给你个机会，把事儿跟你老子说清楚，也跟大家说清楚，我就饶你狗命。子琪，这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饶他，是这个小兄弟实在是太过嚣张了。还是那句话，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动他一根汗毛。一鸣，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刚出来你就这么不安分，马上勾搭上一个女的。只是你这眼光也太差劲了，这样的货色你也能看上？怎么对子琪说话呢？子琪啊，儿媳不懂规矩，老夫教训了。这小兄弟不守规矩，我也必须给他点教训，不然岂不是让来的各位都看了笑话？想必方先生如果在这里，也是能理解我的。看来厉叔叔还是不了解我父亲。今天我在这儿，就是我父亲的意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看谁敢动我女儿。老厉，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方老头，赶紧把你女儿领走。小年轻的事儿，你跟着瞎掺和什么？易先生，真是抱歉啊，在我的地方居然还让您受了委屈。方叔叔不用多虑，想来这厉家小门小户，颇没教养也是情理之中。再说，我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方老头，你这意思是要跟我们厉家作对了？厉宇，这么大岁数了，别给脸不要。这事儿前因后果已经有人告知我，明明你儿子有错在先，还装什么受害者？既然如此，你是非要跟我厉家对着干？今天谁杀了这小子，老子有重金酬谢。上！这厉家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惹方家做什么？说的是呢，这厉家虽然厉害，但跟方家比起来可差得远呢。哎呀，你们懂什么呀？这厉家的势力早就越来越大了，不然你们动脑子想想，这厉家又不傻，没点把握能在方家地盘上叫板？是厉家现在这么厉害吗？这样子啊？去生死堂请龙爷。生死堂堂主龙齐天。老厉，就这么点事儿，还需劳烦龙爷过来一趟？这个人必须死！方叔叔，给您添麻烦了，但这事儿说到底也是我与厉家的事儿，您帮我的够多了，就到此为止吧。叶哥哥说这话，就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易先生，这样说就见外了。您救过我的命，我方某今天必定会护住你。老厉，既然你这般咄咄逼人，那也别怪方某不留情面。去请龙爷。方老头，你还真要为了这个毛头小子，毁了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老厉，这话怎么讲？不是你刚刚大张旗鼓的要请龙爷过来，我的人去了，倒还替你省事。难不成刚刚你只是想借着龙爷的名号来震慑我？龙爷还真要请龙爷过来了。这民间流传，宁可死了见阎王，不愿活着见龙爷。但凡惹了龙爷，死都算解脱啊！看来今天这方家和厉家是必定要拼出个结果了。就是啊，你说这龙爷来了，我这还说是的吗？对呀，这事儿怎么闹的？
哎呀，看来今天这事儿小不了了。对呀。那就等龙爷过来评评这个理。方叔叔，这事儿您实在不必。易先生，不必多言，方某自有分寸。等下龙爷到了，你与易先生先走。停车场最里边有一间密室，密码是你母亲的生日。爸，那你呢？放心吧。这人越来越多，就算龙爷来了，也得顾着名声。1、2、1、2、1，这就是龙爷。瞧人家这气质，一看就不是凡人。哎呀，哎呀，哎呀！龙爷，还劳烦您大驾跑一趟。只是今天这事儿，只有您能定夺。今日我儿大婚，这小子不仅跑来大闹，甚至还打伤了我儿。求龙爷做主啊！龙爷，您看我儿这2条胳膊，您说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我教训这小子的时候，这老方还突然过来，誓死保着这小子。快过去！啊！不是，兔崽子，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爹，你儿子让这丫头打了，你不帮我，你还骂我？这小兔崽子是想害死我厉家呀！好了，说起来，大家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这么闹下去像什么话？这小子虽然有错，但罪不至死。这样吧，2条手臂留下，就当你赔罪了。哼，活该。小心！小子，笑什么？龙爷，您消消气儿。易先生不是有意要冒犯龙爷的，还请龙爷高抬贵手，放他一马。方叔，这已经是龙爷网开一面的结果了。好一个网开一面！找死！龙爷，龙爷息怒。方叔，你不必求他。还以为大名鼎鼎的龙爷有多明辨是非，没想到也是个沽名钓誉之辈。找死！住手！今天的事到此为止，除了这位易先生，其他闲杂人等清场。大家都抓紧点时间，快点！方老爷，请吧。请。龙爷，龙爷，您这是做什么？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呀！这让我们厉家以后怎么在道上混呀？没听到龙爷的话吗？赶紧走！龙爷，龙爷，你怎么能给他跪下？闭嘴，给我跪下！是。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大岁数，给我下跪不合适吧？生死堂堂主龙齐天，跪见金龙殿殿主，受有眼不识泰山，还请殿主恕罪。啊，他竟然是金龙殿殿主！老头儿，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殿主。您袖口这玉佩是金龙殿历届殿主都会佩戴的，这世上仅此一块，属下绝对不会认错的。是他，你认错人了，这玉佩不是我的。金龙殿是只认玉佩，不认人的。您佩戴的这个玉佩就是金龙殿殿主。先起来说话，这么一堆人跪在我面前，算怎么回事？不，您就让我跪着吧，也算是为刚刚的无礼给您赔罪。你们要是再不起来，那我可就真生气了。多谢殿主。多谢殿主。去，给殿主搬把椅子。是。都怪我没能马上认出殿主，才惹出这么多事情。
店主是有什么烦心事？只要您一声令下，金龙殿千军万马定解您心中之忧。好一些妙招，但用不上。叶哥哥怎么还不出来？不会有事吧？女儿不必担心，我已经打电话让保镖们都过来了，定会护住易先生的。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要是真出了事再进去，不就什么都晚了吗？叶哥哥，走，救人！啊！这是什么情况？这易先生还真是厉害呀，能在龙爷震怒的情况下平安无事。你们没什么事了，就别跟着我了。店主有事可来生死堂，属下随时恭候。店主告辞。啊！叶哥哥，叶哥哥，你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到你？伤到哪儿了？他们哪里伤得了我啊？叶哥哥太厉害了。方叔叔放心，事情我都解决了，他们不会找您麻烦的。谢谢方叔叔。方某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这事情都是您自己解决的，方某没能帮上什么。爹爹。易先生，酒菜已经都备好了，可否赏个脸，一同吃个饭？方叔叔，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这饭还是改天吧。他拒绝了。既然如此，就让我安排送您吧。不用麻烦了，有车。谢谢您，方叔叔，我先走了。这易先生还真是少见的实诚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易哥哥。子琪，啊，你是不是对易先生有好感？易哥哥他会喜欢我吗？妈，一鸣，儿啊，我的儿啊，你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妈，儿子不孝，让您受苦了。哎呀，说什么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起来！啊，一鸣，你怎么跑过来了？怎么跑过来了？哼，你早就知道儿子回来了是不是？怎么还瞒着我？说！哎呀，儿子是上午刚回来，我这不是来告诉你吗？没想到儿子先到了。受苦了，我儿受苦了。既然回来了，就踏踏实实找个班上，再去相亲找个靠谱的媳妇儿。对了，千万别去招惹那个曹亚亚，人家现在是厉家的儿媳妇儿，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能招惹的。你爸说的对，咱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爸妈，经历了这么多，你们还不明白吗？老师只会越来越受欺负。那你还咋想啊？人家有权有势，你不夹着尾巴做人，迟早把命给丢了。你爸也是为了咱这个家好。行了，找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今天就先在这儿照顾你妈吧。我去问问老王有没有什么零活。爸，我既然都回来了，你跟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别工作了。还有，我认识了位叔叔，家里有套空着的房子，给我们住了。您回去收拾收拾，我们搬过去。房子？啥房子？儿啊，你别是让人骗了。可房子呢？他蹲了那么多年大牢，上哪儿认识什么叔叔啊？你听他在那儿放屁，是真是假？你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一鸣，就是这里。这房子，我们真能住？爸妈，这房子不算什么，儿子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爸妈，你们随便看看。
儿子真是出息了。现在这人还真是什么梦都敢做。就是啊，哼，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还想着住大别墅呢。你们简直痴心妄想。是我们的错，我们这就走，这就走。哼，一对贱命。不，我们不走。现在我们又不欠他的，这房子也是我儿的，我们不用东躲西藏的。嗯。还你儿子？你知道这房子多少钱？他一个劳改犯，努力3辈子都住不上这个房子。是哪个不长眼的？一鸣，我看你是疯了吧？哼，妈，我先背您去医院检查。站住！滚开！你私闯民宅，你还有理了？私闯民宅？就是，这房子是厉少爷送给我们亚亚的婚房，你们闯进来，到底什么居心？还能什么居心？看我有钱有势了，想讹一笔呗？你搞清楚，别跟个疯狗似的到处乱摇。这房子是方家送给我的。一鸣，我看你真是在里面呆傻了。人家方家凭什么白送你别墅？真当我是傻子好骗吗？我最后说一遍，滚开！哼！喂，刘管家，有人私闯民宅，赶紧过来看看少没少东西。哼！今天你们私闯民宅，谁知道有没有偷东西？不检查好，谁都别想走。不准走！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我看谁这么大胆！赶紧解决了。是，看你们这穷酸样，也敢跑到这里来偷鸡摸狗！哼，爸，你先带妈去医院检查，这儿我来解决。你们要走也可以，先把衣服脱光了，证明没偷东西。没错，不然谁都别想出这个门。找死！哼，好大的口气！快把阿姨送到医院。是。这里是我的地盘，谁让你们过来撒野的？叶哥哥放心，他们会照顾好阿姨的。多谢。哎呦，完了！方大小姐怎么过来了？赶紧溜！刘管家，你怎么看的房子？怎么谁都能进我家？你家？这房子是我的，给我把它拿下！大小姐，我错了。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把房子交给你托管，你就当自己的租出去了。要不是我过来，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呢。你说什么？租出去了？这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不是租出去了，还能卖出去。可恶，他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你放屁！飞天都把文件给我看过了，怎么会是租的？对不起，方小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可这都是厉飞婷让我干的，厉家的势力，我也不敢不听啊。我懂了，你们几个合起伙来欺负我，我现在就给飞婷打电话。喂，怎么了？不是说白天别给我打电话吗？我这正忙工作呢。老公，我知道，但是今天我来到咱的婚房，发现方子琪在里边，还说这房子是他的。老公，我不是让你没事别去别墅吗？手续还没办完呢。行了，我这忙着呢。怎么办？怎么样，厉总什么时候来？他，我看。是不敢来了吧？哼，你就找了这样一个货色，谋着。你别高兴太早，飞婷说了，他马上就到。哼，一鸣，你也太可悲了，娶不到亚亚就跑来人家新房里呢，怎么还想再进一次局子？别废话，他什么时候到？等他到了，我新仇旧账一起算。不都说了吗？马上到！你那一脚，我记着。等厉总来了，会为我主持公道的。好啊，我等他过来。一哥哥，好帅啊！这位爷，我错了，真错了，请您饶了我吧。哼，没用的东西。
等会儿厉总来了，你也别想好过。你别听他瞎说，李飞霆就不可能来。他这房子就是跟我租的，租了半年，还给了我2万块的好处费。我说的句句实情，合同我都有。小姐，我看看。哼，这厉飞霆还真是，这就是你找的男人？怎么可能啊？亚亚，这厉家这么有钱，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我们赶紧走吧。刚才飞霆在电话里说，他有事儿不能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快走。站住！怎么，不等厉飞霆过来了？你，方大小姐，是我错了，还请您放我走吧。你这是干什么？丢不丢人？起开！放了你嘛，也不是不可以啊。谢谢方大小姐，谢谢方大小姐。但是，这房子我已经过户给一鸣了，所以你们闯的是一鸣的房子，自然也该一鸣处置你们。这房子还真是他的，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是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够格住这种房子？完了，一鸣不会放过我的。一哥，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我下次不敢了。一哥，求求你放了我吧。看来关键还是在亚亚。对，让亚亚给一鸣道歉。干什么？你还看不清情况呀？现在在人家的地盘，一鸣又这么恨你，真要对你做点什么，你咋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哎呀，算我求你，你赶紧道歉。对不起，是我错了，放我们走吧。难道叶哥哥还爱着他？回去告诉厉飞霆，准备100万的违约金，不然我就告你们私闯民宅，这罪名够你们进去喝一壶了。哼，一鸣，你是真疯了，凭什么给你100万？不给也行，那我就多宣传宣传。堂堂厉家婚房都买不起，还要租，可真是大势已去。可恶！先答应了吧，到时候厉家知道了这事儿，还怕他不成？我答应你，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先让他们走吧。好。等一下，先写个借条。可恶！写完了，可以了吧？一鸣，你要做什么？好了，赶紧滚！你还愣着干什么？滚！是。子琪，对不起，吓着你了吧？你这么恨他？一开始不恨，但他今天这样对我父母，就恨了。你放心，阿姨会被照顾得很好的。谢谢。话说，我这算不算是见家长了？啊？这……哎呀，开个玩笑，你这么不禁斗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其实我还有件事需要去解决。我父亲的眼睛患了比较严重的眼疾，传闻6项黑市有一种叫龙血胆的药能治，我想去看看。6项黑市，既然如此，那这张卡拿去，里面有几个亿。啊，这……哎呀，客气什么？拿着，买药也是需要钱的。应该就是这里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龙血胆。小兄弟，可是在找什么？我这摊上什么都有，来看看。好啊，都有什么？拿点东西出来，我看看。嘿嘿，我可有个镇摊之宝，怕你买不起。
镇摊之宝，就这。这个可是洪武大帝当年要饭去花果山捡到的孕育孙悟空的神石，天下仅此一块，他也是得到了此石头才开创了大名。这石头好古怪，看来不是俗物。这石头多少钱？少豪，这故事不错啊，我出108000块，是不是能飞108000里啊？孙悟空同款，2五仔快买吧！也是，不过你要诚心想买，一口价5万。冲你这份足够野的野史，我买了，5万对吧？数数吧。好嘞，我信得过你，钱都不用说，肯定正好。5万整，没问题，神是你的了。好家伙，这可是一只大肥羊啊！是，一块破石头就5万，我也去骗骗他。小兄弟，我这有一块汉朝刘邦斩白蛇之时留下来的同款神石，嘿嘿，小兄弟不贵，仅卖10万块。这是夜明珠呀！啊，竟然是夜明珠！这成色可是极品，小兄弟你赚大了！这颗夜明珠啊，市场价至少上亿呀！喂，这夜明珠是我的，快还给老子！好，刚卖给我就反悔了。哼，我卖给你的是这石头，里面的珠子我可没说卖。老板，你要黑吃黑？现在是法治社会，话可不敢乱说啊！这样吧，我把钱退给你，东西我不卖了。东西我交了钱，它就是我的。如果你敢硬抢，就别怪我不客气。妈的，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我还就抢定了，去死吧！三脚猫功夫也敢学别人黑吃黑？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好，你小子有本事，但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摊子是谁的。想摇人？行，我在这等着。喂，曲姐，六巷黑市这边出事了，你快来一趟吧。哎，小兄弟，快走吧，他这摊子估计是生死堂的。刚刚我听他说曲姐，估计是要叫曲风雅过来了。曲风雅？哼，就算是龙七天来了，也得给我下跪磕头认错。小子，你跟他说啥了？哎，这人精神不正常。哪个不长眼的，敢在龙爷的地盘上闹事？就是他，坐在那儿那小子。嘿嘿，曲姐到了，小子，你死定了。哎，这人有点本事，曲姐可要小心啊。易先生，曲姐，就是坐椅子上这个毛头小子，他很嚣张，想顺走我们的夜明珠。混蛋！易先生也是你能得罪的。这曲姐，是他抢我的东西，你生死堂收了我的保护费，怎么还能这样对我？你在六巷强买强卖，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如今你还敢惹爹？赶紧滚！以后别在六巷出现，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小心你小命不保。是。易先生，刚才多有得罪，是我办事不力。啊，你们怎么回事？动不动就跪啊！易先生，是我管理疏漏，让这样的人在六巷横行霸道，还差点冲撞了您。易先生来这儿的黑市是要找什么东西吗？此事说来话长，你让龙七天过来一趟，我有事找他。喂，龙爷。殿下，易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有失远迎啊！你们还杵着干嘛？都给我下去！是。
龙爷，过来坐吧。不，易先生，您别这么叫我，愧不敢当啊。客气什么？我有正事跟你说。好。听说这六项有龙血胆。龙血胆，东西已经很久没见过了，宝贝得很，6项不可能有啊。看来这龙血胆并不是一般地方能找到的，这里面没有我想要的东西，谢谢了。我倒是知道个人，有可能知道哪里有龙血胆。哦，事儿爷。什么？事儿爷？这名字好古怪。他这人一直寻求成仙的法子，所以耳目遍布全世界，自然知道的事儿也多，所以尊称事儿爷。只是这事爷性子古怪，不一定肯帮这个忙。还请龙爷去带我见一见这个事儿爷。龙血胆对我很重要，我必须拿到。啊，这……好吧，我这就带您过去。到了，就是这儿。这是怎么回事？事儿爷寻求成仙，这么多年自然也是有过错路，这些都是试路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残害这么多人，这个事儿爷看来不是什么好人。嘘，易先生，在这儿可不能乱说话。这事儿爷还算好的，至少给了这些人的家属不少钱财。花钱买命更加可恨，把人命当成什么了？易先生，我求您了，等会儿进去可不敢这样说啊，毕竟咱还得求人办事儿呢。好吧，还是龙血胆重要。易先生，怎么了？没事，有点幻听。事爷，有礼了。哟，龙儿，你咋过来了？龙爷和他是什么关系啊？那个事爷的妹妹是龙爷的爱人。怪不得不愿来，原来是害怕大舅哥呀。龙儿啊，露露最近还好吗？都好，都好。这露露啊，好久没来了，今儿干脆你……大舅哥，今天我来找您是有要紧事儿啊。好，你还有事能求着我？这位是易先生，想问问您这儿有没有龙血胆？见过事儿爷。龙血胆倒是听过，但这东西很久都没人见过了。我这儿确实没有。大舅哥，您神通广大，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只要能找到龙血胆，多少钱我都出。哎，都一家人，什么钱不钱的？我似乎听人说过，好像有人在修道山见过此物。还劳烦事儿爷告知，修道山在哪儿？小辈感激不尽。这修道山不是一般人能去的，你道行不够，就算告知你路了，你也进不去。大舅哥，还劳烦您帮忙啊！你小子从来不求人办事儿，为了这小子居然来求我，这小子跟你什么关系？我警告你，要敢对不起我妹妹，火扒了你的皮！哎呦，大舅哥，我怎么可能对不起露露呀？是我求着龙爷来的，还请事儿爷能帮帮小辈。看在龙儿好不容易跟我开次口的份上，下次我去修道山替你问问。那就拜托事儿爷了。多谢大舅哥。哼，小事儿，犯不上个谢字儿。这棵树对事儿爷有着致命的危险，事儿爷愿意帮我，看来人也不坏，那我就顺手帮他一把吧。这树是我再来安抚他们亡魂的，毕竟是为我而死。店主大人呐，事儿爷已经答应了，你可千万别再惹事端了。这树，事儿爷还是尽早铲除。这树，事儿爷还是尽早铲除。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您别生气，孩子不懂事儿。易先生，您就别说了，你看把事儿爷气的。我是说真的，这树留不得，树上的头颅您也得尽早归还本家的好。你
这兔崽子，敢在我这儿指手画脚，你懂个屁！事儿爷不知道其中厉害，最后害的还是自己。不行，我得阻止他。事儿爷，易先生，店主大人，您可千万别再惹事儿爷了。事儿爷他已经答应帮我们找龙血胆了。哈哈，小孩而已，何必动气嘛？哼，要不是看这小崽子是你带来的，早就把他扔出去了。是。算了，没必要跟一个年轻人一般见识。本来看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想救你一命。既然你不识好歹，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小子，你说什么？你这小子，怕是活腻了。事儿爷，哼，今天就给这小子点教训。小子，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真当我是个摆设？都给我上！且慢呐！这小兄弟本事不小，既然这样说了，定是有他的道理。大舅哥，你不妨就听听看。就他要是有这么大本领，还需要求我找东西？哼，一个黄毛小子！我上！是。上！看来今天不能善了了。不管怎样，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店主带走。事儿爷最近可是身子越来越差，浑身疼痛到日夜不能寐，时常还会口吐深红色鲜血。你怎么知道？事儿爷，麻烦您跟我来。这树上的怨气极重，但因为树上被得道高人贴了符咒，所以前几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这树上的头颅越来越多，怨气也越积攒越多，这符降不住怨气了。这小子还真有些能耐，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这不是符咒，而是超度的经文。这经文或许曾经能救你一命，但现在这树上怨气太重，经文怕是很快就要不顶用了。我自知对不住他们，可我已经尽力不成了。大舅哥，头发，可不知为何，他们还是要置我于死地。哼，至今都不知道错在何处。小兄弟，你是有点本事，可也太过自大。就算你看出了问题，又能怎样？你到如今都不知道错在何处，当真罪该万死。有得必有失，有得必有失。易先生，还请您帮帮事儿爷，就当是帮帮我。爸，我看在你的面子，就帮他一把。谢谢易先生。手给我吧。不需要，我不需要。大舅哥，你怎么这么犟啊？就让易先生试试。易先生，拜托你了。住手！放开事儿爷！小子，你找死！我看谁敢上前！易先生，事儿爷挺得住吗？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好了，这事儿爷不会有事吧？稍等片刻。易先生，是不是您使错了力啊？他这都没气儿了。好舒服。我没死。手给我。老朽这身体已经无碍，你体内的怨气
已经被我压下来了。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老朽感激不尽。哼，你倒是聪明。若不是刚才恩人出手相救，我早就命丧黄泉了。你明白就好。今日是因为我在这儿救了你，但怨魂不会善罢甘休。你若还有良心，就把这树上的头颅全部归还本家，也可解冤魂思念家人之情。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去办。但恩人，您救了我的命，我怎么都得好好报答你。尽快找到龙血丹。恩人要龙血丹，我定会仔细去寻。但这龙血丹药性霸道，毒性也霸道，若不小心用药，怕是会坏事儿啊。你只管寻来，其余不必担忧。您放心，我必定为您寻来这龙血丹。龙血丹总算有些进展了。事情解决了，我就先走了。易先生，请放心，这事儿我亲自跟着。好，那我就等你们消息。恩人，恩人，还有什么事情吗？天色已经不早，可否赏脸，在我府上吃个便饭再走？易先生，留下吃饭也好，可以再谈谈龙血胆的事儿啊。既然如此，那就麻烦师爷了。嫂子，嫂子您怎么来了？厉飞婷呢？她在不在？我进去看看她在干什么。嫂子您不能进，厉总忙工作呢。宝贝儿，这就是工作。厉飞婷，给我起来！可能是厉总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好你个厉飞婷啊！我都被欺负成啥样了，你还有心情做春梦？厉飞婷，给我起来！谁啊？敢打扰老子的美梦，活他妈腻歪了！亚亚，你怎么来了？哼，我怎么来了？我在别墅被人家欺负成啥样了？你说你工作忙，竟然在这睡大觉！厉总，嫂子非要进来，我实在拦不住。滚！没用的东西！哎呀，我刚刚真的在忙工作，太累了，再休息了一会儿。好，厉飞婷，你是什么意思啊？租房子忽悠我？你个大骗子！哼！呀，我那么爱你，怎么会骗你呢？是不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大猪蹄子。哎，宝贝儿，这不是太急了吗？就想着先租一个，后续再慢慢补给你嘛。真的？当然是真的啦，亲爱的。我怎么舍得让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里呀？我会心疼的。哎呀，讨厌！不生气了吧？宝贝儿，来香一个。哎呀，这是办公室，一会儿万一有人进来。不会的，没我的命令，谁也进不来。李飞婷，啊，你怎么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搞这事儿？哎呀，爹，有什么关系嘛？现在龙齐天都奈何不了他。哎，这龙齐天都管不了他，咱还能有什么法子呀？爸，我觉得这事儿有古怪。他我最了解了，没钱没本事，家里也没势力，怎么可能方家跟龙爷都……你还敢说？要不是你，我们厉家怎么会惹上这样的人？哎呀，爸，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那现在就是拿他没办法嘛。废，这点事儿你都搞不定。这个一鸣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同时有了方家和龙爷2大倚仗。你给我滚出去！我，飞婷。爹，亚亚是您儿媳妇儿，又不是外人。闭嘴！亚亚，你先出去吧。要不是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哎呦，爸，好歹是您儿媳妇儿，闹这么僵，我以后还怎么给您传宗接代呀？爹，您干嘛呀？能不能长点脑子？还喝？给我清醒清醒！明晚上跟我去一个宴会。啊？宴会？宴会好啊！这宴会来的都是达官贵人，明天好好表现。哎，放心吧，爹。别的咱不行，交际这事儿啊，咱不说数1数2，那也是出类拔萃的。交给你的好大儿，你得瞧好吧。哼，既然龙旗天不顶用，那我便找个更厉害的。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他个小崽子。今天旧疾痊愈，又结识了易先生这样的大师，痛快！今天必须多喝2杯。来，龙儿套酒。好久没陪大舅哥喝酒了，今天必须多喝几杯。不错，比监狱里的饭好多了。易先生也满上。哎，好嘞。今日之事，还是要多谢先生。师爷客气了，刚刚已经谢过多次了，不必记挂在心。这易先生身手不凡，我得和他搞好关系。明晚我有个宴席，还希望易先生赏脸参加。来参加宴席的都是达官显贵，跟我交情匪浅，为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我愿将这些资源一一奉献给您。师爷不必。多谢大舅哥抬举，我先替易先生谢谢您了。明日啊，我们定会准时赴约。啊，这……易先生，既然是师爷的好意，您就收下吧。易先生放心，明日之后，无人敢与你作对。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干杯！怎么车还没到？龙爷息怒，说是路上堵车了，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到。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叫辆车。是。易先生，稍等片刻。哦，无妨。刚刚属下私自做主，为您接下请柬，是为了您着想啊。哦，为了我？